有啲朋友會問謝醫生啊，啱啱買翻屋企嘅蜂蜜嘅瓶嗰度咧，經常會漂浮一啲泡沫，即係氣泡啦。尤其係放置得比較長時間或者係夏天嗰陣咧，就更加明顯。咁食咗咧，佢會唔會有咩問題㗎？大家好，我係謝醫生。呢一期嘅影片咧，我哋嚟講講泡沫喺呢個蜂蜜之中嘅問題，同埋咧我哋中醫對蜂蜜嘅認識。大家都知道，蜂蜜其實就係呢個蜜蜂用植物嘅花蜜釀製而成嘅。咁呢個蜂蜜咧喺釀蜜嘅過程中咧，最重要一步就係加入一啲轉化酶嘅。咁呢啲轉化酶咧，佢會幫助咧將花蜜中嘅蔗糖轉化為葡萄糖同埋果糖㗎。咁事實上咧，呢啲蜂蜜咧從嗰個蜂巢中攞咗出嚟之後咧，呢啲轉化酶咧仍然喺嗰度咧起緊作用嘅喎。即係話咧，呢啲蜂蜜咧佢有後邊咧都仲會繼續有一個成熟嘅過程嘅。即係呢啲蜂蜜咧佢有明顯嘅後熟性，即係呢個蜂蜜咧喺有呢咁樣嘅轉化酶仲喺嗰度作用緊呢個特徵咧，就導致呢啲蜂蜜喺生物裏邊咧往往佢係有一個泡沫嘅產生嘅。另外咧，蜂蜜喺溫度比較高嘅環境之下咧係更容易起泡沫嘅，因為蜂蜜中嘅酶嘅葡萄糖氧化酶咧，佢可以氧化葡萄糖，而且係生成過氧化氫嘅。咁呢啲過氧化氫喺高溫嘅環境之下咧，佢係容易分解成為氧氣咁呢啲氧氣咧又會從蜂蜜中咧咁樣走咗出嚟，使呢啲蜂蜜咧產生氣泡喎。咁即係咧，蜂蜜喺呢個高溫，即係例如我哋夏天嘅環境之下咧，係更加容易有氣泡嘅一個原因嘅。另外咧，蜂蜜喺灌裝同埋運輸嘅過程中咧，肯定會有一啲搖動嘅咁樣不穩嘅情況。咁樣不斷咁搖動咧，佢會導致呢啲活性酶嘅運動加速嘅。咁呢啲蜂蜜咧就有可能增加咗氣泡嘅產生啦。所以咧，對於正常嘅蜂蜜有氣泡咧係可以食用嘅，但係謝醫生又要提醒大家喎，唔係所有氣泡都係可以食嘅喎。咁有呢蜂蜜咧，佢去呢個氣泡仔咧，即係呢啲泡沫咧，都有可能係由於咧呢個變質導致嘅。如果蜂蜜喺保存過程中佢唔小心俾一啲酵母菌污染咗，咁呢啲蜂蜜咧嘅酵母菌咧，佢就會大量咁繁殖同埋咧分解呢啲糖分，從而咧產生大量嘅氣泡，仲會出現一啲極大嘅酸味或者係酒精嘅味道。呢個時候咧就證明呢個蜂蜜咧已經係變質㗎。所以咧我就建議喺呢個時候咧佢已經被污染啦，就唔好再繼續食用啦。你如果係食用咗呢啲係俾酵母菌感染所產生嘅一個泡沫氣泡嘅話咧，有可能咧佢會引發一啲我哋嘅胃腸道問題，甚至係有可能中毒㗎。咁接下來咧，我同大家講講中醫對我哋蜂蜜係點樣認識嘅。咁中醫認為咧，呢個蜂蜜咧佢味甘性平，咁佢又可以入我哋嘅肺脾同埋大腸經嘅。咁從中醫角度嚟講咧，佢有一個滋陰、潤燥、補氣、養肺同埋咧解毒，而且咧仲有一個調和各種中藥嘅一個好處功效喎。雖然咧我哋講咗中醫咁多好處，不過咧我哋要注意嘅係咧，即管咧蜂蜜係有咁多好處啦，係嘛，又有啲咁多功效啦，但係佢嘅性質咧本質嚟講都係比較滋膩嘅，佢唔係咧每個人都適合嘅。首先咧，我哋要特別注意嘅係咧，我哋蜂蜜中嘅糖類含量係好高嘅，
每百克嘅蜂蜜咧，大約有35克嘅葡萄糖啦，40克嘅果糖啦，2克嘅蔗糖同埋1克嘅糊精啦。咁葡萄糖同埋果糖咧係單糖嘅，佢入咗我哋腸道後邊咧，佢唔使消化就可以直接吸收入血嘅，使我哋咧體內嘅血糖咧迅速升高嘅喎。咁蔗糖咧同埋糊精咧，佢要稍微咧經過水解之後咧，先至會被吸收嘅。所以咧，蜂蜜嘅升血糖作用咧係非常之明顯嘅。有啲有糖尿病嘅朋友咧就唔可以食蜂蜜啦。避免咧，因為食太多蜂蜜咧，造成我哋嘅血糖失控嘅。另外咧，我哋都唔建議嬰幼兒食蜂蜜餵呢個蜂蜜嚟食。點解咧？因為蜂蜜咧喺釀造同埋運輸嘅過程中咧，可能會受到肉毒桿菌嘅一個污染。呢係因為咧，蜂蜜喺採集花粉嗰陣咧，可能俾呢個肉毒桿菌污染嘅花粉同埋花蜜咧帶翻嚟呢個蜂箱嘅。咁呢啲肉毒桿菌芽孢咧，佢嘅適應能力咧係好強嘅。即使係100度個高溫以下咧，都可以存活嘅。咁我哋普通細蚊仔嬰幼兒嘅呢個胃腸道好弱噶嘛，佢個肝臟解毒能力又係比較差，特別係細於6個月嘅嬰兒。咁呢啲肉毒桿菌咧，佢容易喺我哋嘅腸道中咧繁殖，產生毒素，導致中毒嘅喎。咁一般咧，佢有中毒嘅症狀咧，就係食咗呢啲蜂蜜或者係含有呢啲蜂蜜嘅食品之後咧，8到36個小時咧出現一啲便秘疲倦同埋食慾減退咁樣。雖然呢啲嬰幼兒咧，佢發生咧肉毒桿菌感染嘅概率佢唔係咁高嘅，呢概率比較少嘅。但係咧，我都係建議咧細蚊仔喺1歲之前咧，唔好俾佢食蜂蜜同埋咧蜂蜜製品。因為蜂蜜嘅脂膩性質咧，佢會加重我哋體內嘅濕邪，導致我哋嘅濕氣堆積。所以咧，對於一啲濕氣重同埋咧有濕熱痰同埋咧容易腹瀉屙肚嘅朋友嚟講咧，蜂蜜就唔係咁適合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